大魔神王，魔族残暴无道，侵我疆土，虐我生灵。如今你众叛亲离，还不束手伏诛？人魔两界数百年征战，才知今日和解局面，为何尔等要将其破坏？和解，不过是你假仁假义，一手遮天的伎俩罢了。哼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魔族的手段吗？除非你死，否则说什么都是废话。全数丧生于此吗？快闪开！就此收手吧，不要尔等死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多说无益，你消失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尔等自愿送死，我倒也不便阻人之心。看来得速战速决了，还请二位帮我争取一些时间。说的倒是轻松啊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倒下吧。趁现在，飞蝎一剑。
家伙还挺能跑啊！乖乖交出钱来！大爷，饶命啊！我身上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你这胖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想活命的就把钱给交出来！我真的什么都没有，真的真的没有钱呐！少啰嗦，说，钱在哪里？大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大爷，我自己拿。这是臭鸡蛋，闻着就够臭的。威力还挺大，估计能熏死不少鸟。哎，站住！还想溜？是哪个不长眼的乌龟大王八敢打扰本大爷睡觉？什么味道？熏死本大爷了！这位趴着的，乱丢东西砸了人就装死吗？饶命！不是我丢的，真的不是我丢的。搞什么鬼？你要替这家伙出头吗？吓死老子了！臭小子，你活腻了吗？就凭你们这些烂黄瓜、臭鸡蛋！兄弟们，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吗？救命啊！这位老板，请先放开我好吗？臭小子，吃本大爷一剑！死胖子，还敢偷老子的钱！还来！疼死我了！臭小子，看你再怎么躲！赶紧上，不然谁也拿不到银子！打完收工，这位老板可以付赏钱了。大爷，我真的什么？没钱！没钱？你刚才2次差点害死本大爷，怎么着也该……等等，绿眼睛。本大爷辛苦了半天，居然碰见了一个雪特人！天杀的！你这雪特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传说中道德沦丧、坑蒙拐骗的人间之蟹雪特人，居然会让本大爷给遇上了。这位英明神武的大爷，你就放过小人吧！真是浪费时间。这臭小子，这胖子是老子先发现的。大爷已经够火的了。算了，算本大爷倒霉，赶紧滚吧。杀人了！哎呀，不是说了放你走了吗？这又是群什么人？快跑！是直下的人！就凭这点微末道行，也敢来暹罗闹事？
真是活腻了。干正哥，强盗都跑了。哼，都是些杂碎。暹罗一向不是什么上流的地方，长着狗眼的宵小不少。这次大公子亲自来吩咐大家伙把路上清干净，咱们可不能给大公子丢脸，要让东方家那些眼高于顶的家伙知道我们石家的能耐。那边那个大个子该如何处置啊？杀了。喂，你们也太……还有个雪特人，要不也……看着碍眼，也杀了。敢如此无视本大爷，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！大家一起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看你们才是杂碎。干正哥，点子太硬了，得您亲自出手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。这小子浓眉大眼，样貌似曾相识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有胆报上名来！我是谁，关你屁事！快给本大爷磕头赔罪，不然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！哼，无名小辈，也敢对我石家无礼！少废话，本大爷现在就一刀劈了你！一刀？看这小子的样貌和手中兵刃，难道是他？本大爷就说一刀劈了你！今天遇到我石家，算你折在这儿。可恶，得想办法按住这小子的刀。你们给我上！干正哥，点子太硬，我们不是对手啊！石家族规，临阵脱逃者死！你们不要命了吗？快跟本大爷滚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烫！你们这群烂茄子，快放开本大爷！撑不住了！你们干得很好，放开！小子，受死吧！不知死活之辈！混蛋，不要有内力啊！这可真是……干正哥，饶一刀，你等着，我石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慢点儿。柳一刀，柳一刀，什么鬼？自上次昏迷之后，每次遇到外来的内力，身体就被巨大的反击力摧残，这样下去，非搭上这条小命不可。还有这刀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发出火焰？差点害死我！唉，又累又饿，还是先进城里再说吧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强盗都打不过，还有脸回来？大
公子，饶命啊！那厮不知练的什么奇怪内功，害死了我们3个弟兄。罢了，此次前往暹罗任务重大，若下次再临阵退缩，必失一族规。谢谢大公子，谢谢大公子，谢谢大公子。喂，大八熊，我哥去哪了？妮儿姑娘，老大已经出发了。出发？出发去哪里？老大说暹罗最近有笔大买卖，是重振业绩、打响名号的好机会，所以什么？老大说做大事必须知己知彼，所以他先进行侦查工作了。不是说好了一起去侦查的吗？我看他是溜进城里鬼混去了吧。哼，还好我把队里的钱全扣了，我看他拿什么去鬼混。老大说让我们等他的烟花信号，只要一收到信号，大伙就冲进去跟他会合，让咱们再等等。等个鬼！他那3脚猫功夫对付几个小强盗都费劲，只怕过不了几天就被人给打死了。想不到嗜血孤傲的杀人魔竟然也会来暹罗这种蛮荒之地，怎么是仇家太多没地方去了吗？花风流吗？敢正面挑战我，也算有几分骨气。我念你是百年难得用剑奇才，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姓李的，杀兄之仇，我怎么可能不报？这几年，我一直打听你的下落，今日终于让我在暹罗找到你了。兄长的这笔血账，我必要讨回。呀！哇，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啊！新鲜的，下次再来啊！都是新鲜的。你等等我。啊，这里啊，天气果然很热。哎，不成，本大爷是来作案的，不是来泡妞的。先打听点消息再说。水果啊，哎，新鲜的，来看看啊！新鲜的水果。看看我们家这个，没见过。家做的，这个还不极品卖啊？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啊，2枚1个，您看看，都是新鲜的。大爷，前面那位大爷，累死我了！大爷，我可算找着您了。找我？我还想找你呢。这次你带了足够的钱来献给本大爷了吗？笑什么笑？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找打呀你！没有，小人只是开心。神经病！别抢还这么开心。
虽然被抢了，但是遇到您这么一位仪表端正、一身正气、正气满满、正正当当、正统人和英姿飒然的大英雄，看一下刚摘的水果。小人荣幸。英雄豪杰这等虚名，只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名号，给您提鞋都不配。像您这样超凡绝俗的人物，应该被称作神仙、老祖宗、北极星、人类之光，这样才够称头。有幸认识您这样的大人物，实在是小人祖上积德千百世修来的无上荣光啊！真的吗？啊！好险，差点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。这碗雪特迷魂汤可真是厉害呀！哟，看你油腔滑调的，说起话来还挺实在。说，你一路跟来有何企图？从实招来，否则别怪我这把刀不认人。当然，您的一刀的威名可是大陆闻名的，实在蒙您出手相助，在那些凶徒手下救下小人一命，小人感恩图报。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呀！想必大爷您是头次来暹罗，倘若不嫌弃，就让小人充当个向导，为您引路如何呀？打听情报有个人做向导，会方便很多。加上这雪特马屁精拍的实在过瘾。好吧，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本大爷肚子饿了，你推荐个地方。是。小弟必将竭诚尽心报答柳大爷您的恩德。什么柳大爷？听好了，本大爷叫兰斯洛。像您这样的大人物行走江湖，是该用些假名的。小人明白。嘿嘿，兰斯洛就兰斯洛，什么假名？是小弟糊涂。那么兰斯洛大哥，现在便由小弟给您带路了。等会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弟我叫有雪，天地有雪，就是有天有地的地方，就会有我们雪特人的意思。是这个价呢，怎么现在就变了？哇，好大一个宅院啊！大哥，那是鬼屋啊，有鬼的。有鬼？是啊，那座高楼所在是开满梅花的庭院。原属于沈姓家族，后来沈家败落，后人迁移，这花园就荒废了下来。暹罗人传闻其中有厉鬼占据，生人莫近啊，这鬼屋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了。就是这样了。鬼屋？晦气，我可不想再靠近那儿了。喂，我说，大哥，我叫有雪，叫你什么你就应着。我说，这里的人怎么都携带着兵器啊？那些人啊，他们都是为了东方家的婚礼才来的。东方家？这暹罗城啊，就属于风之大陆上7大世家里的遍地真意生豪光，引得红日出东方的东方家。这次传出来的消息，东方家中用一族女将与7大世家的另一家10家联姻。据说10家用上古珍宝随侯珠作为聘礼，随侯珠乃是无价之宝，那其余陪衬的物品想必也是价值连城啊！此消息一传出，不少心存不正之人便眼巴巴地赶来了，想要捞点便宜。随侯珠运回东方家总保，暹罗城是必经之地。那运送队伍什么时候经过此地啊？这个啊，好像就是今天吧。正好这次来暹罗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听情报，顺便补充物资。如果还能趁机捞点便宜，也不错。我之前还在奇怪，您这样全大陆知名的人物，为什么会突然跑到暹罗来？原来您一定是对那个新娘感兴趣。胡说什么？你皮又痒了是吧？
今儿有件事需要各位爷的帮忙。看大哥的样子，可能还有所不知啊。家中遭逢我战听人家说，前往这家馆子最近来了位会行至弹琴的大暹罗，美人，因为欠缺路费，只好在此委身卖艺。希望各位爷帮帮忙，替他凑足盘缠。果然没有白来。色真是不错。你看这手镯多好呀！好个天仙似的美女啊！是流行的小曲啊，真好听。这位姑娘把曲中意境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简直不输当代一流宫廷乐师啊！曲子我听不懂啊，人不错，好听，好听。好琴，好酒。小二，再来一坛。这个醉鬼还在这儿喝呢，我听掌柜说，他已经在这儿喝了1天1夜了。嗨，这种人一看就是老婆跟别人跑了，来这里发泄的。喝这么多酒还没给醉死，厉害！这位五姑娘的琴声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！早在下山前，我便立志要闯一番事业。后来进了杭州城，来到了红墙下，之后的事情就怎么也记不得了。当我再次有意识时，是躺在了一张特别舒服的大床上，身体不知为什么受了伤，旁边还有一个好美好美的少女。大哥，你醒啦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在哪儿啊？我叫苍月草，是稷下一位高官的女儿。前2天游西湖时遇到暴徒调戏，幸亏大哥你冲出来打退了歹徒。但在混乱中，大哥被敲中了脑袋，就此昏迷过去了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为什么被敲中的是脑袋，心口却隐隐作痛呢？大哥，养好伤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打算要像风之大陆上有名的侠盗团团长苏洛一样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的大侠。哇，听起来好酷！我相信以大哥的天分，一定能成为大陆1等1的大侠。是吗？当然。完蛋了，这千金小姐怕是喜欢上我了。虽然她人很好，又能了解我的心事与烦忧，可是闯荡江湖行踪不定，有时被人追杀，更是朝不保夕。像她这样出身娇贵的千金小姐，怎能适应刀口舔血的日子？再见吧，贵小姐，本大爷要开始招兵买马，闯荡江湖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根据那半卷奇怪卷轴的记载，从杭州城千里迢迢地前往自由都市去寻找宝藏。之后，在洞窟里遇到了尼尔。再后来，我与尼尔联手组创了4世侠盗，开始了闯荡江湖的生涯。本以为与苍月草再也不会有所交集，但不管我到哪，苍月草似乎总会找到我。大哥最近练功不要太心急嘛，可以去西南方向走走，散散心嘛。西南方向，暹罗啊？听说暹罗城最近有桩大买卖，吸引了不少人呢。
石家今日不过是迎亲，也有这等声势。等到婚礼当天，那场面还不知道会怎么盛大。送个礼需要这么豪华气派啊？要说豪华气派，石家那可远比不上同为7大世家的麦地奇家呀。好家伙，石家和东方家怎么联姻起来了？这批红货可扎手得很啊！石家可是7大世家中出了名的穷凶极恶，据说石家靠卖迷幻药发家致富，这数十年来可祸害了不少百姓呢。这批紫衣人竟然就是无恶不作的石家人，想必都是些不好惹的人呀。说不定东方家也暗中设置了护卫，贸然出手的话，这2大世家联手护航，谁要敢碰这批货，那就是嫌命长啊！哎，我们这次算是白来了。等会儿你想办法在这里制造混乱，我们就兵分2路，到时候城外的废屋集合，明白吗？可是大哥，我看场面不太对呀，可能很危险呐。废话，富贵险中求。你这雪特人就是因为畏畏缩缩的，才会一辈子只有雪没有钱。但是大哥，您真的确定要这么硬来吗？嘿，本大爷一向不轻易收小弟的，现在时间紧迫才拉你入伙。好，大哥，您在烦恼如何制造骚动，又不用自己打头阵吗？小弟倒有一计，就怕您不喜欢。哦，还有这等好事啊！不过大哥要先戴上这面罩，并且承诺不会怪我，我才敢说。哎呀，答应你了，有话快说。这方法就是柳一刀。各位，悬赏8000金币的重犯柳一刀在此啊！各路都在这里，把他擒下来啊！这雪特胖子，你是要唱哪一出啊？果然是他，大家一起上！抓住他！本大爷，不是什么柳一刀啊！别让他跑了！快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抓住柳一刀！那么多赏金，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大家一起上！头好晕，抓住他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天杀的雪特胖子！柳一刀被我下了迷药，大伙儿一起上呀！别跑！下去！哪里来的野小子，竟敢拦我东方家的路？那个新婚快乐！别让柳一刀跑了！你在那儿呢！别跑！原来是采花贼一刀啊！竟敢挑上我东方家的花轿，今天要你留下命来！该死的，为什么又要拼内力呀？谁这么不长眼？这把刀是有一刀，拦住他！我真是冤家路窄呀！我说过，
我石家不会放过你的。这里有一刀，害得本大爷好苦。还有那个天杀的雪特胖子，下次见面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！刘一刀，我看你这次还能耍什么花样？若不是本大爷中了迷药，就凭你们这些烂黄瓜、臭鸡蛋，能接住老夫一掌，区毛贼，算你有能耐。说，我们喘口气儿。兄弟们，先退下，保护聘礼要紧。家主，家主不好了，新娘被人劫跑了。什么？酒楼里竟然还有如此高手！小翠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新娘，小翠她被一个灰衣男子劫走了。人呢？这见鬼的内功真是害死人了，每次发作都搞得像炸药一样。是吧？没事吧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什么东方家高手，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，还不是一样被我弹了回去？快点追！有一刀好像往这边跑了。拼了！跑到鬼屋里去了。罢了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东方玄虎的烈焰掌都能逼回去，这么厉害，跟着他说不定能捞更多的好处。还是先助他脱身吧。嘿嘿嘿，英雄饶命！小翠，我来救你了！废物！嘿嘿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回事？臭死了，臭！
快走！什么呀？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不会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吧？哎，奇怪，身上的伤怎么好了？我不会是真的死了吧？谁在那儿？是人是鬼啊？这阴曹地府也未免太寒酸了点吧？奇怪，为什么死了还这么冷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仙女吗？这里是仙境吗？这里是沈家梅院。沈家梅院是英雄豪杰死后要来的地方吗？等等，沈什么？梅花？大哥，那是鬼屋，有鬼的。啊！鬼啊！时间已经很晚了呀，明明约好在这儿会面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呢？莫非……哎呀，刘老大呀，刘老大，你怎么这般英年早逝，遗产也不给我留一点儿啊？照我说，给你老大烧点纸哀悼下好了。哎，这主意不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想你个大头鬼啊！你这个可恶的雪特胖子，胆子不小，暗算我后还敢在这里等我。嗯，这声音是，是刘老大，你现在是人是鬼啊？鬼你个臭鸡蛋烂黄瓜！本大爷才刚刚遇到鬼，信不信我让你也变成鬼啊？刘老大，你没事就好，你知不知道小弟有多么的担心你呀？最后再说一遍，本大爷不姓柳，你别把我当做那个什么柳一刀。你不就是柳一刀吗？柳一刀是什么东西啊？让我替他各种背锅？他是我大舅子吗？
事实胜于雄辩呀！柳一刀的击捕画像，前2天就从鸡下已经放出来了，无论是神态还是长相，都跟您一模一样。你说这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像的人嘛？什么？我忘了，老大，你吩咐过我，不可以直接叫您柳一刀。你现在的名字是来……老大言而无信，当初你亲口答应，不管我采取什么行动，都不怪我的。我答应不怪你，没答应不砍你。老大，我方烟雾弹断后，虽然悔悟的晚，可也是有功劳的啊。而且你杀了我，就没人帮你打听情报了。呸！谁知道你会不会再出卖老子第2次？老大息怒，那时小弟财迷心窍，才会做出这等丑事。哪知您神勇盖世，神功无敌。所以我决心追随您这样的大英雄，建功立业呀。白白被这雪特胖子卖了一次，就这么一刀宰了他，是不是我有点太亏了？好吧，暂时就留你一命，让你戴罪立功。小弟一定尽心尽力追随老大左右。倘若再让本大爷知道一丁点你要背叛我的意思，方才暹罗城长街一战，老大英明神武，睿智不凡，实在是天生的舵手，人类的太阳，小弟怎敢……废话少说。本大爷在外面被群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在酒楼里面趁机捞点什么？搞是搞到了，不过……怎么了？老大，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啊？本大爷今天倒霉透了，也不差这一个了。说坏消息吧。老大，你可不可以先听好消息啊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先听就先听。说你到底带什么东西来了？就是那个了。你这雪特胖子还是挺厉害的嘛，竟然带了一个大美人回来。老大，还有一个坏消息呢。老大，你先听完我的坏消息啊。没事儿，你给本大爷带回这个无价之宝来，就算有天大的坏消息，我也不会追究的。那我就说了，这个五姑娘，其实这个五姑娘她其实是个男的。没事儿，每个人都会有点小缺陷，本大爷不也不在意你是个雪特人吗？男人要胸怀天下。男的？啊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是说这个美女是个男的？男的？男的？两位好，感谢两位英雄大恩大德，救我脱离火坑，不必再做那卖场的勾当。小弟给2位磕头了。你这是欺骗！还请英雄不要报官，在下本是酒店的住客，预定下月前往中土，怎料暹罗的飞贼实在太厉害，将在下的旅费洗劫一空。那酒店的老板见在下无钱付账，就逼迫在下男扮女装卖艺还债。若不是祖上积德，蒙两位大侠相救，还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脱离这祸坑。刚才你没听明白，我和我老大不是大侠，而是大贼。特别是我老大柳一刀，那可是轰动鸡下的大阴贼啊！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柳一刀，我叫……对了，刚才你听仔细了啊！我老大现在为了保密现在叫兰斯洛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不管何人逼问，在下都不会泄露兰斯洛老大就是柳一刀的。对了，老大，
咱们今天也挺失败的，不如大家卷土重来，好好的干笔大生意。这样的话，招揽帮手是不可避免的。我瞧这小子也还能挑能扛，必要时当个肉盾。老大，咱们就收留他吧。哎呦，开玩笑，我是要作案，我不是开收留所的。多个你就已经够累赘的了，还要加这个娘娘腔，你真以为我钱多呀？当肉盾，你除了吃什么都不会，我第一个就拿你去当挡箭牌。要如果可以啊，通通都来啊！还有没有人来？最后一个名额，多了就不要啦！哎呀，柳兄不愧是柳兄，我躲得这么好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一刀，几个月不见，你比上次更精神了啊！来到暹罗也不找我，也太见外了。我只是随便好好，没想到真的也有人啊！你又是谁啊？老大，他是今日酒楼中的那个醉鬼啊！太过分了吧，一刀，连老朋友也装作不认识。我真的跟那个柳一刀如此相像吗？在下深受两位救命大恩，莫齿难忘。无论是柳一刀还是蓝丝洛，请给在下这个机会追随左右。娘娘腔兄弟啊，不，小五兄弟，你高姓大名？承蒙老大不弃，小弟贱名元五郎，从今而后愿追随老大左右。我叫花次郎，是一刀的多年老友，还请这位老兄多多指教啊。我叫天地有雪，花兄也请多多指教啊。既然他们都认为本大爷是柳一刀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拉他们三个入伙，在暹罗也算有个帮手。只是多多指教胖子，以后还是得小心他再次叛变。娘娘腔兄弟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人，但弱不禁风的模样，实在成不了战力。这家伙既然自称柳一刀的多年好友，说不定武功了得，不过他不会是为了砍柳一刀的头而来的吧？一刀，我俩可是多年好友，你来暹罗发财，我一定替你两肋插刀，你又何必如此提防我呢？哎呀，我不是……算了，花兄弟，既然你也想入伙，那就在这两位兄弟面前露一手吧。一刀，你这么说，感情是想考教老友的功夫了。好啊，甭客气，有什么厉害功夫全用出来。老朋友让你当沙包练练。好啊，老朋友，你不用剑，受了伤可别怪别人。当然，行走江湖全凭手上功夫，要是凭那些三脚猫功夫，丢人现眼，那岂能怪得了旁人呢？这两个人真的是多年老友吗？话说的这么客套，但面上满是挑衅之意，毫无对朋友说话的和气。看刀！哇，老大真是神功盖世啊！放个屁都能占出这么大的坑啊！混蛋，这是真气！这花兄弟竟然能把我体内乱窜的真气转移到地上，真是不简单。不过这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敌意。那个花老二啊，你没受伤吧？看来你的武功果然有所长进嘛。一刀，你可真厉害，想对兄弟卖弄本事，也不必这么大排场啊！这么大坑，要是不小心把自己埋进去，可就糟了。老子现在就想把你埋进坑里，填上土，撒泡尿。大家薛耗大半晚，现在天都快亮了，不如一起进城吃点早餐吧。哦，对呀，老大，你都被追了一天了，也应该补充一下体能了。两位兄弟所言极是，我说一刀，不如我们这次就到此为止吧。既然大家都饿了，
那就进城吃个早餐吧。来呀，客官，刚出锅的包子，热乎的。老板娘，五姑娘被人给……不必理会，有些人想要走，我们是留不住的，由他去吧。暹罗这次将会有一番风雨，牵连甚广，我们青楼只需旁观即可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小的明白。快看了，快看喽！老大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全城通缉你的告示全都撕下来了。只要不碰到石家那群人，我们就是安全的。呸呸呸！快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喂，花兄弟，既然大家都饿了，不如就近找家小酒馆吃得了。不行，小酒馆不合我口味。还是昨天那样的酒楼才能让我一醉方休。本大爷昨天在那家酒楼可被雪特胖子害惨了，还去那家？你故意的吧？你这个烂酒鬼，能喝醉不就行了？还那么多臭毛病。要是那么没胆子，直接学老鼠打斗，开城逃溜就行了。还想做什么大事？喂，本大爷可不是怕事啊，只不过万一有什么意外，还要带着你们几个逃命。那本大爷岂不是自找麻烦？谁是麻烦，还说不定。花兄弟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吗？我可不想和叽叽喳喳的猴子一起吃饭，我还是上2楼雅座吧。姓花的你，大家好像没钱吃饭啊！这顿我做东，别客气啊！嘚瑟什么？老大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听江湖上的奇人异事，往往都是脾气古怪的。花兄弟这样不算稀奇。要不是老大认识花兄弟，看他那副拽样，我还以为他是花家那把风流名剑呢。风流名剑？老大，你不晓得吗？7大宗门里花家的后起新秀啊。谁啊？风流名剑花风流啊。听说他用剑造诣极高，他兄长死于绝世高手李煜手中。花风流为了报仇，四处追寻李煜决斗，惨败后侥幸留得性命，凭此名动江湖。靠打输来成名，那花次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哎，老大，这你可就说错了。如果花兄弟真是花风流的话，那他可是近10年里剑仙李煜手下唯一的活口啊，当然轰动了。剑仙？哪个家伙这么嚣张？取这种绰号，不怕整日被人追杀吗？嚣张是当然了。听说他曾3闯中土王城，于千百高手环伺下轻取仇人的首级，剑视天下，是近年来大陆第1风云人物。啊？不会吧，这么拽？大哥，要讲起绝世剑仙李煜，那小弟我又可以好好的捞一票了。各位街坊兄弟叔伯请了，小弟来到贵宝地，盘缠不足，今天斗胆为各位说一段故事，希望大家不吝赏赐啊。好，说得好，小爷打赏。这雪特胖子又要搞什么名堂？左手腕，右手食，像了个叮当来说辞。别的段子今日不消说，就说这个老爷们老难当说难当，斗难当。金莲宫殿好辉煌，可偏偏就生了个李后王。老德国破有家亡啊！哈哈。好，嘚儿飘，嘚儿飘，嘚儿一嘚儿飘，嘚儿嘚隆咚一咚飘啊！嘿，说李郎铁胆好儿郎，英姿不凡，身健我爽，秦淮河畔为名扬。赢得绿帽乌龟大王八爷。有意思。说起这李煜呀，本是大陆上一个小国南唐国的第1
皇子，天生便是用剑的天才。后来拜入白鹿洞门下，蒙宗师越贤者陆游赏识，亲收为徒。一成后，未逢敌手，可谓年少得志，不可一世乎。咱的南唐老国主为了抬高儿子的名气，决定在传位前举办比武招亲。招亲的一方，则是号称南唐第一的大美人，也就是李煜相恋已久的情人。招亲一经发布，虽有不少青年贵族慕艳名而来，可谁料想啊，大陆上第一王国中土的三王子也在其中，结果被李煜一脚踢下擂台，祸根便由此种下了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得罪王室，其罪可诛啊！在婚礼举行的前日，自白鹿洞的师兄突然到来，与李煜大醉一场。待到我们的李大公子再度醒来之时，怎料已被废掉了武功，手脚筋脉全被挑断了，沦为了阶下囚。与此同时，中土的军队同时攻破城门，南唐国就此灭亡了。哎，真是乐极生悲呀！同门师兄弟如此相残，白鹿洞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呐。那李煜后来怎么样了？这李煜啊，江湖传闻李煜在狱中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，中土还赐了杯毒酒，要置他于死地呢。那美人呢？不是还有个美人吗？据说这个美人啊，为了替李煜求情，主动献身给了中土三王子，进了别人家的后宫啊。唉，难怪叫做乌龟大王八呢，死了还戴绿帽。李小子真是死不瞑目啊！如果就这么死了，那倒是干干净净，中土洪福齐天呢。怎么还没死呢？哎，非但没死，2年后啊，李大公子重出江湖，还把祖传的青莲剑歌练得出神入化呀！一出山便立刻杀入中土王城，欲要击杀三王子。正当李煜打算一剑刺破三王子胸膛之时，却不知为何突然罢手，反而与赶来救驾的破琼骑士团展开了一场恶战。破琼骑士团可以说是当世最强的武力集团，中土王国的精英之所在呀。李煜他单身孤剑，不但不逃走，反而力战4大军团长，剑挑破琼骑士团，杀得中土风云变色，天仇地惨呐！就连皇宫正殿的匾额也被斩为2段啊！后来4大军团长人人带伤，在场的破琼骑士也无人全身而退。至于李煜，也是奄奄一息。可是纵使伤成这样，竟没一个人能拦得住他。能在其包围下逃出升天，已是千难万难，更遑论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。什么？这么嚣张？中土是没能人了吗？啊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皇城里惊天动地的一战，中土可谓是心惊胆寒啊！在此之后，中土广邀大陆各地高手，联合7大家族，在秦淮河畔处截住了李煜，展开了一场血战。这一战可以说是惊天动地，震古烁今。李煜独挑7大宗门率领的3000余人的各路高手，然而这李大公子单凭一己之力，杀得其他家族那是鬼哭神嚎，日月无光啊！据说此战过后，秦淮河水为之飘红3月呢。这么厉害，那这家伙岂不是大陆上第一的通缉犯？
当年的确是的，不过现在大哥你也水涨船高，绝对有挑战他记录的实力啊。那后来呢？就算李煜是第一剑仙，也不可能毫发无损吧？没错，按照中土军部估计，我们李大公子受此重伤，就算不死，也得再蛰伏数年养伤啊！谁知，就当众人以为李煜仍在养伤时，他却穿过层层障碍，再次来到中都。这一次，他虽未再与人动手，但所见过他的人都只能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：深不可测。不过呀，这次李煜的做法略有不同。什么不同？以他那么高的武功，这次不会把整个中土皇宫都拆了吧？唉，这次发生的事，属实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啊，为时叫人难以理解。李煜他与中土握手言和了啊！如此神剑，如此血仇，居然能够握手言和？奇怪了，李煜为什么会和中土谈和呢？有人说，他是为了保南唐国的遗民；还有人说，是因为中土请了国师陆游出关，这才逼得李大公子不得不和谈。李煜他武功再高，到底也不能和经历九州大战的越贤者陆游相提并论呐。姑且不论形势，李煜的武功、胆识、狂傲，真是傲视天下。若是有朝一日能像他这般，凭借一人之力，让天下为之撼动，这样才算是大丈夫、大事业。这些年来，每次说到李煜的故事，堂下都是这般好声难绝。有人评价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，也有人说他卑鄙无耻，是一个不要脸的懦夫。世事如迷，天难道，终有道人在后头啊！看来要评定此事，要由后人来盖棺定论了。各位客官，今回到此散场，明日请早。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啊！多谢捧场。小五啊，早知道就派你上去帮忙弹琴，说不定赚得更多。这么危险的事我可不敢。我以前瞧人说李煜的故事，能这么和平收场的可不多呢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莫非有听众听不高兴，掀了桌子？李煜见识天下，固然是声名显赫，但是连年血战，得罪的人也不少。他的仇家既不敢找他，也找不到他。怨愤所激，常在听到他名字时大发脾气，多谢捧场，个性糟一点的，多谢，甚至杀说书人出气。所以我说，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。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。诸位爷，捧个场呗。石下速归，谈论贼人李煜者，就地正法。暹罗乃是自由都市，你们石家人的家规怎能管到此处？你们石家人为何如此不讲道理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又是石家人？这李煜也跟石家有仇吗？石家家主石崇是中土第一军团长，李煜杀入皇城时，一剑打碎了石崇半条背椎，落了个半身不遂。石家人当然恨透了李煜。大人跑啊！老大，你们两位没有啊？救命啊！你这死血的胖子，现在正是避免暴露身份的时刻，你竟然还把敌人引过来！好小子，胆敢阻挠大爷办事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这帮石头混蛋，听好了。我们家老大就是威震大陆通缉榜响当当的大人物，
蓝斯洛大爷是也。幸好白师爷有聪明的时候，要说出柳一刀的名号，今天就别想脱身了。蓝斯洛，什么狗屁东西！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把他和那个雪特混球一起宰了。哼，男的宰了，女的留下来。你们这些烂黄瓜臭鸡蛋，本大爷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你这小子得罪我们石家人什么下场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些石头家的就只有这一句台词吗？这家伙的内功有点像赶针哥提到过的淫贼柳一刀的邪门功夫。臭小子，你等着！别走，你们每个人先让本大爷砍2刀。哪个天杀的敢偷袭本大爷？哼，有一套啊！我这12七步断魂，阁下连退4步还能挥刀斩蛇，确实体魄过人呢。七公子好。老大呀，老大，这下我们可惨了！这人可是石家13太保之一的七公子石存和呀！就是你这个阴阳怪气的，放毒蛇咬我是吗？本大爷要把你砍得像蛇一样滑溜！想不到这小子内力竟然如此深厚，我的12剧毒无比，没我解药，他应该连根手指也举不起来才对啊！老九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九公子好。坏人打！对的，老九，你看看这坏人把我们的人都打成什么样了！坏人打！臭小子，看你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们家老九呢，早就练成了10家绝学大力金刚身，就算你有把削铁如泥的怪刀，也伤不了他半根汗毛的。这些家伙枉与本大爷称兄道弟，除了事就当缩头乌龟，都巴望着本大爷死吗？九弟，给他留口气儿，我要吸光他内力，再去喂我的蛇。本来还以为会有场好戏看，想不到都是一群废物。不过这小子斗志不错呀，念在我和你也算相识一场，等哪天心情不好，摔碎几块石头替你报仇。元武郎吗？能无声无息地来到我身后，这娘娘腔果然不简单。你老大都快被人掐死了，你不去替他报仇，到这儿做什么？
花二哥真爱开玩笑。小弟武功低微，当然是上来搬救兵了。您武艺高强，刘老大又是您多年旧友，您看到老友奄奄一息，为何只是在楼上饮酒作乐呢？哼，戏演得不错呀。你武功低微，那昨天东方家和石家就不会闹得手忙脚乱了。我不知道你对那个废物有何企图。如果你想要他不死的话，还是自己出手吧。花兄弟哪儿的话，小弟最是胆小，见不得鲜血。可花兄弟就不同了，凭着您这当代名剑的威名，底下的人听了还不知难而退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是近年来礼遇剑下唯一的胜者，名剑称号当之无愧呀。哎呀，时间紧迫，兰斯洛老大快撑不住了。花兄弟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倘若我侥幸赢了，你就出手帮头，解围如何？哼，我为何要跟你打赌？因为传说中的花风流是一位留恋赌方、酷爱刺激的人。我现在猜中3件你心中所想之事，如果我猜错了，我这颗脑袋送给花兄当球体；倘若猜对，你就负责保护兰斯洛老大周全，如何？我倒也好奇，你能猜到什么？别挣扎了，乖乖做我蛇儿的美餐吧。是花二哥，花二哥来救我们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是坏人！何人敢阻碍我石家行事？花兄弟，我该做的事已经都做到了，现在让石家见识你神剑的厉害吧。第一件事，你一定在想，向来横行霸道的石家，为何要与东方家联姻？这次的联姻只是表面，石家真正的目的是要与东方家合作，开发新型兵器。所以趁这次的婚礼来订约。哼，笑话！谁知道你是不是信口胡诌？时间自会证明一切。您若是不相信，大可和我一样，冒险夜夜去偷听啊。再者，花兄想的第2件事，想必也是您故意接近兰斯洛老大的原因，是想打探出小弟我的出身吧？哼，那我不妨直说，昨天长街混战，你表面在酒馆弹琴，却暗中趁机发了2招，帮助那个乡巴佬跟想要抢亲的那小子。哦，若不是你发的这招隔空剑指打乱了东方家与石家的护卫，场面也不会失去控制。哎呀，花兄说的绘声绘色，倒像是真的。小弟我不胜惶恐啊！绕指柔红乃是西王母族的绝学，还要继续演戏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跟陆游老儿是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会使出只有那老东西才会的招式？这可得问我的师傅了。我呢，只管学，我上哪儿去知道师傅教的到底是什么？你师傅？你想说你师父是越贤者陆游吗？陆游9大弟子中，能同时兼修2门绝技而有成者，当世没有几人，我岂会不知？哪有白鹿洞门人兼学西王母族武学，又会教出你这等鬼徒弟的？唉，我说了你又不相信。花兄弟年纪轻轻就如此多疑，这可不是好习惯哦。哎呀，
现在时间紧迫，就不说了。您想的第3件事，且慢。既然你不想老实交代，那这第3件事，我要你猜猜看，我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事。瞧你横眉冷目，杀气腾腾，你正在想，若此时出剑，能不能在小弟身上连刺18个窟窿？这次猜对了，去找阎王头彩图吧。还是我猜对都是杀？花兄弟，你做事好没原则啊！尊家何人？胆敢阻碍我石家行事！石家很了不起吗？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群废物。你们要杀这乡巴佬，我才懒得多管。既然尊驾无意与我石家为敌，还请速速离去，以免伤及无辜。哼！要是这么轻易放你走，岂不辱我石家威名？想暗算我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老九，快救我！想不到花兄弟的功夫这么厉害，花兄弟小心！找你提醒。好厉害！这就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吗？舞伴花开，尽化尘埃，狂花明剑花风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哼，石家的金刚镇脉波倒是没大陆上传的凶狠毒辣呀。这人好大的气派！哎呀，老大，此人正是石家13太保之首，掌握石家重权的石存周。咱们这次要脱身，可真的不容易了。大哥，您不是去东风家做客了吗？老七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大哥，我们本来与老五商量好在这里会合，结果老五又不知道疯到哪儿去了。我弟呢？哥，大哥，您来的正好，要不咱们3兄弟联手把这姓花的给宰了吧？丢的人还不够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来仙罗的目的是什么？花兄的剑法，在下领教了。你我俱非凡夫，不必介怀这小小恩怨，为免死伤，就此罢斗如何？哼，随意了。花风流，我已经放你们一条生路，你们却还要搞如此卑鄙的手段！这么烟浓，咱们赶紧走。那花兄弟呢？花兄弟本领高强，不用担心他。走。我的刀还没。老大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逃命要紧呐！花兄弟，
兰斯洛老大就先拜托你了。想知道陆游的秘密，就带着他来老地方见我。枪，惹了事儿就想跑，给我站住！存天，存天，你在哪儿？卑鄙小人，给我留下命来！是有血吗？想不到你这血特胖子还挺仗义。头好疼，哥在哪儿？说坏人死，疼痛不等于。这定是那画风流的招式，只有他能破老九的大力金刚山。画风流，誓死誓将要你血债血偿！哼，真是个废物，除了体重一无是处。老大毒伤还未解禁，我只有刚才趁乱从石家那里拿来的解药。哦，好的。小五，你什么时候？你先快把解药给老大喂下，我要跟花兄去外面单独聊聊。喂，娘娘腔，刚刚那一场我认栽了，你有没有胆子再跟我赌一场？哦。倘若花兄弟你不怕再输一次的话，我是很乐意给你翻本的机会的。哼，我打赌1刻之后你就是死尸一条，你信吗？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呢，原来是这么小家子气的赌约啊，玩起来也没意思。要玩就玩大的，不过就怕花兄弟你玩不起。哼，你不必用激将法。这世上我不敢玩的东西还真是不多。我的赌约非常简单，3个月，请你代我保护兰斯洛老大。受伤嘛倒是无所谓，只要别让他断气，就算你赢。若是兰斯洛老大落败身死，自然便是在下赢了。哼，一个猴子，值得你下这么大的功夫吗？况且我没有理由答应你。你一定会答应的。倘若我侥幸赢了，那么我想请花兄弟为我做一件不违背侠义良心的事。倘若花兄弟赢了，我就告诉你白鹿洞后山禁地那7道门的开法。花二哥，以为如何呢？好痛！这是哪里啊？石头家那群人呢？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。这里是城外废屋啊，石头家的人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这儿的。我是怎么来的这里啊？是花四郎救了我吗？先前多亏花兄弟及时相救，又把老大你背到这里，我们才能放心啊。
他把我背到这里，难怪我找不到你们。原来你们丢下本大爷跑了是吗？绝对没有，我跟小五只是提前来到这个藏身之地，而且小五还偷到了解药，老大现在才能安然无恙啊。是吗？想不到花次郎原来是这么有名的人物。瞧他的样子，好像早已知道本大爷不是刘一刀，那他为何要故意冒认呢？话说那个娘娘腔也有问题，在酒楼里看他与花次郎的表情，显然花次郎是被他算计了一道。这个人有勇有谋，是个大不简单的人物，他又为什么要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接近本大爷呢？拜托，你别再对本大爷这么猥琐的笑。难道本大爷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使得这几个人图谋不轨？不管怎么样，先要想办法扭转现在不利的局势才行。不如将计就计，要让这3个家伙知道，兰斯洛大爷的便宜绝不是这么好占的。完了，老大是不是中毒太深，脑袋已经坏掉了？好，我赌了，娘娘腔，你的确有几分本事。不过你可当心，若你再耍小聪明，我的下一剑会结结实实地刺进你胸口。说不定到时候花兄弟已经给仇家重重围困，没有机会拔剑了呢。大家都在啊。老大，您没事了？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妙的局势里，石头家的人可能随时会找上来，一不小心我们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什么危险？你这废物早该没命了。本着江湖儿女情深意长，同时也为了促进彼此团结，本人有一项全新提议。老大，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各位，我们对天立誓，歃血为盟，结拜为兄弟，如何？你说老大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大是不是以为这是某种游戏？只要结拜，忠诚度就永远不会下降啊？我原来小时候在山上听某人说，在大陆上结义是象征着一群男人之间因什么什么誓约而祸福相依，生死与共，永不离弃。难道我们之间的友情还不够结拜的吗？老大的提议非常英明，小弟举双手赞成。好啊，那就结拜吧。能与大家结为兄弟，五郎觉得非常荣幸呢。这种低等游戏，恕花某不奉陪了。很好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结拜吧。古有英雄壮士断腕，今日我兰斯洛则效仿古人，手很重要。本来呢，血是要留多一点，以表心迹。不过，我体谅大家最近身体比较虚，滴一滴以表心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老大说的极是，我们重在情义，行事倒不必拘谨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宣誓吧。我兰斯洛从今日起愿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，祸福相依，如有违誓，叫我日后不得善终。我袁五郎从今日起愿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，福祸相依，如有违誓，叫我日后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小五，你说的真好，快把你刚才用的小阴针也借我用一下。老大，有雪兄弟想借您的宝刀一用。好说，接好啊。
我天地有血，从今日起愿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，祸福相依。如有为事，叫我日后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粉身碎骨，挫骨扬灰，五雷轰顶，男盗女娼，一门英烈，断子绝孙，上刀山下油锅。哇，不会吧，有血贤弟，你竟然发了这么多毒誓，还流了这么多血，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啊！各位还真是拜得一场好兄弟。2000年前金兰结义的三贤者，看到眼前此景，也会自惭形秽，无地自容啊。花兄弟自称是兰斯洛老大的多年旧友，却在酒楼对兰斯洛老大那般态度，莫非花兄与他人之间友谊只是形同虚设，如同废纸一般的存在？切！花某受3位豪情感召，虽然不才，但也想效仿一二。我花次郎从今日起，愿意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，祸福相依。如为此事，情愿日后万雷轰顶，万箭穿心，万曲钻脑，万蚁蚀身，万毒侵体。哇，花兄弟，你表明心迹也不必这么急切吧？你的做法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果然是患难兄弟啊！你们花兄弟果然是性情中人啊。不过既然花兄已经宣誓歃血，那便是要与大家结为兄弟的意思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既然大家那么有心，我非常欣慰。现在决定一下排行吧。我今年刚刚20，大家呢？小弟今年18，非常年轻，还请诸位兄长多多指教。哼，你也算18，那我岂不是也该是18了？是啊，我和花二哥都很年轻。哎呀，真羡慕大家都这么年轻啊！我今年8，你想比老大还大吗？你知不知道雪特人的棺材尺寸是多大呀？8岁，小弟今年8岁，各位兄长请了。看来结果自然是兰斯洛老大是大哥了。承蒙3位贤弟抬爱，承蒙抬爱。那么花二哥就是2哥，叫顺口了吗？小五呢就是3哥，5和3听着就很有学问，请多指教。那么小弟自然就是老4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干杯！愿我们的情谊天长地久。干杯！愿我等之誓言超越姓名与身份而永存。干杯！愿我等有福同享。中土历566年3月8日，这个以暹罗4结义之名广为后世所知的誓约正式缔结，同甘共苦，祸福相依。当时4人都对彼此的诚信全然没有信心，更有人在饮下血酒后，立刻将之吐入忘却之井，发誓此生再不想起。然而，出乎当事人意料的，这个誓约被紧紧维系，直至最终。好累啊！要读完这本书，看来还真的不能操之过急。女王陛下，二殿下已在殿前等候多时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二哥，参见亲爱的女王陛下，你二哥这厢有礼了。老妹，你脸色不好啊？翻译的差事有麻烦了？天魔经毕竟是魔族至宝，全以魔咒写成。时至今日，这本下半卷我只译出2成，进展缓慢啊。除了历任大魔神王的正统继承者，普天之下也就只有你能破译这本书了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。
拜托二哥你做的事情进展如何了？差不多了。在你到暹罗的这段时间，国民上下都以为你进了七星塔做助导呢。不会有人知道女王陛下开小差偷溜的。另外呢，这次出巡的护卫人选已经决定了，请二哥把魏素永从西西科加岛上调回来吧。喂，老妹，这样不好吧？魏素永可是我稷下镇守西西科加岛的首席大神官呢，而且镇守边防重地。正是因为他很厉害，所以才选来做我的贴身护卫嘛。没有别人可用了吗？不许反驳，二哥，你别忘了，柳一刀的案子还没结呢。算了算了，随你便吧。不过，你到底准备到暹罗做什么呀？我听说武炼的石家和自由都市的东方家最近要联姻，同为七大宗门的白家也该去观摩观摩啊。些许小事，何劳女王陛下亲临呢？其实呢，也是想去看看《天魔经》上半卷的持有人有没有让人满意的进展啊。大木瓜，大木瓜，小木瓜。喂，有雪，有雪，快起来！大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这趟来暹罗，原本是刺探情报，准备干一票大的，结果现在玉运堡李队错过，又莫名其妙被石头家的人追杀，现在又要准备跑路，想起来自己真是一事无成，很不甘心啊！我说大哥，你也不用太感慨，十字世家势力雄吧，大陆上谁不得忌惮再三？咱们几个人应付不了，也没什么丢人的呀。那就这样两手空空走了？你让我这做大哥的感觉很没面子啊！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不如趁着现在月黑风高夜，咱们再去石头家府上看看有什么机会，如何？大哥，你这样会被观众老爷吐槽三观不正的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本大爷这叫劫富济贫，石头家平日作恶多端，就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惩恶扬善，替天行道嘛。可是现在外面风头这么紧，大街上到处都是通缉您跟花二哥的石家人。哎呀，正因为这样，石头家的后院才会疏于防范嘛。那我去叫醒二哥三哥，大家兄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更何况他们二人武功高强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本大爷这个做大哥的，难道比不上他俩吗？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大哥您武功盖世，神勇无敌，所向披靡啊！只不过叫上二哥三哥更为保险嘛。废话少说，就咱们两个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做人的小弟真可怜啊！老大睡屋里，我们只能睡在树上，真是天差地别的待遇。花二哥，兰斯洛老大他们出去逛街了，我现在也要出去走一走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啊？不一起去也没关系，可千万别又偷偷跟来，口是心非，这样可不好哦。你想去哪儿？睡得气闷，随便上街溜达溜达。难道说花二哥不喜欢逛街吗？哼，你不是应该喊我暗中保护那只猴子吗？怎么，现在又不用担心他的死活了？今晚嘛，不必了。兰斯洛老大吉人自有天相。
这石家人果然靠卖迷幻药赚了不少钱。趁现在没什么人，本太爷终于要……喂，有血！你搞什么鬼？大哥，二哥说的没错，你确实该减减肥了。少啰嗦！你快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把护卫引开。大哥，我们可以声东击西，您朝后院扔把火，让他们忙于救火，咱们好趁机溜进去。石头家的人卖迷幻药，害了不少百姓，正好一把火把他们连窝端了。你这血的胖子还说本大爷三观不正，你出的点子也很坏嘛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。你在嘀咕什么？本大爷准备点火了，你看着周围点。七公子，这抢亲的小子嘴可真硬，咱家的刑法都快用光了，他也不肯说半个字。这小子武功低微，胆子可不小，居然敢当众劫花轿。那日花轿旁尽是东方家的高手，他竟然抢得了新娘，全身而退，肯定还有同伙在旁边助他。在他没有说出同伙来历前，不能让他咽气。是，小的知道了。七公子，兄弟们其实还有一事觉得蹊跷。哼，你们是不是觉得东方家突然通知咱们不必把聘礼送去东方总堡，又要咱们待在暹罗等联络？是不是觉得这次联姻行动不对劲啊？是啊，这次联姻，大公子是何等身份，那东方家却只以区一名族女出嫁，现在又对咱们爱答不理，岂不是太小看了咱们？七大宗门里，东方家是出了名的孤僻封闭，除了生意之外，绝不与外来往。咱们提出联姻，若非东方家这几年生意一落千丈，需要我们石家的财力支持，东方玄虎那老狐狸，甭说是族女，连条母狗他都不会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咱们与东方家联姻不过是利益结合，只要谈得妥，管他娶的是谁。没错，要不是咱们刚刚捉回了那对私奔的狗男女，东方家的嘴脸还要更猖狂呢。胆小鬼，这就害怕了。所以说你们雪特人只有血没有钱。哎呀，你不要瞎晃了，一会儿闹出动静，咱俩都要完蛋。大哥，火把没有灭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公子，来小店饮杯花茶再走啊！小生对花茶过敏，就此别过。哎，这位帅哥，我给二位唱支小曲儿听好不好啊？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改天再来聆听佳音。就你这脸蛋儿，出来跑江湖真是浪费啊！花二哥过奖了。娘娘腔，你逛街怎么逛到别人家来了？因为我信奉着四海一家的崇高理想。就我来说，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屏障都是不必要的拘束。哦，你每次入室做贼之前，都对自己说这种话吗？花二哥言重了，这可不是做贼，小弟只是想在没有受到东方家邀请的情况下进去参观一下。哼，我瞧你武功不错，干脆直接破门杀进去，一显身手。花二哥说笑了，我又不是李煜，这样冲进去只有变成肉酱的份，还是偷偷溜过去为妙。这娘娘腔的身法真是诡异，这样的身法简直闻所未闻。
难怪这娘娘腔之前能在我的剑下毫发无损。我说你们这群家伙打听情报就只会靠偷听的吗？村中失职，令弟这次为人所杀，我东方家深感遗憾，还请失职节哀顺变呢。东方世伯，吾弟毕竟是在东方家地盘上死于非命，还望世伯能给予协助，封闭城门，让我们能尽快找到凶手。老夫听闻那花风流不过是狂生一名，十字世家乃当世之雄，以贵派的人力物力，要擒杀此人，应该是轻而易举呀。花风流那厮剑法不凡，与他一起行动的那几个人也非泛泛，我方大举围捕，要杀他们自然不难，但就怕在此之前被他们逃出城去，以后想找他们就得多费手脚，因此还请东方世伯协助。失职的心情，老夫完全理解。只是封城一事兹事体大，老夫需要一段时间考虑，还望见谅啊。你这老家伙，不要不识抬举！我家大公子来到这儿跟你好生商量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石村中，滚好你的狗！欺我东方家无人吗？东方世伯，我等这次为结亲而来，对东方世家岂敢不敬？只是我方有心示好，也希望贵派能表现出相应的诚意，万勿凡事刁难。刁难？你们石家来我暹罗才不过2天，城里就已经被你们搅得乌烟瘴气。传闻你们十字世家行事一向就是厚颜不成，便是武力相向。今日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呐！联姻是我们两家的大事，贵派族女逃婚，我石家全力协助将人寻回。为此，我九弟还命丧贼人之手。既然协助搜索贼人之事，贵派都有不便，那么小侄还请东方世伯尽快完成交易，好让我早日跟义父有个交代。哼，什么交易？老夫全然不知。你，世伯您不会忘了吧？1个半月前，我们家主与您飞鸽传信，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来购买贵派珍藏的武器设计图纸，这才让小侄携带大批款项充当聘礼，前往暹罗商谈合作，否则怎会有今日这桩婚事呢？失职有所不知，本来与贵派的合作计划已初步拟定，那些武器设计图也整理齐备，但不知为何两派合作的消息外泄，七大宗族的首脑们纷纷发来密信，希望 B 派终止这次合作。哼，东方家这几年衰落成什么样子？我们大家主好心与你们东方家联姻，你这老东西先是满口答应，现在被其他宗族反对，就想着取消合作。你们东方家还真是会做生意。哼，说到底，我们东方家近几十年是以经商为业，必须和各大宗派维持友好关系，绝不能因为一项计划而敢犯众怒。老夫也很无奈，所以这次合作就此作罢吧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我们石家人终会讨回应有的公道。村中失职，你稍安勿躁，事情会演变成这样，老夫也甚是遗憾。所以老夫决定把联姻改成比武招亲，贵派武功天下第一，赢了比武招亲，这合作也就顺理成章继续下去。传令下去，我东方家10日后广邀大陆豪杰举行比武招亲。可怜啊，这位石大公子真的是受人愚弄了。你是人是鬼啊？我是人呐！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去！本大爷现在忙着呢，没空跟你这家伙解释。谁？
好小子，竟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！花老二，揍他！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追！老五，你们去追贼人，在这里傻笑做什么？一个花风流就把你老七吓成这样，我看老七你还是别练那些邪门歪道，多练练胆子吧。你，有意思。站住！别跑！卢雪，人是我和花老二杀的，他们主要追的目标是我，由我把人引开，你趁机去找老二和老三，知道吗？大哥，您这是义薄云天，盖世豪侠，小弟对您真是……这话等到你搬到救兵再说吧。好。大哥，这个臭鸡蛋你先拿着，危急时刻可以用来保命啊！小弟先走一步了啊！站住！那边站住，别跑！神经病，听你就是乌龟大王吧？小子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哎，反正呢，这几天已经习惯被人包围了，本大爷就把你们全给宰了，为民除害。臭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卖狂，乖乖成为我12的美餐吧！老五，你这是又想做什么？老七，你们一群人打一个人，叫外人看见会说我们石家闲话的。老五，你知不知道这小子就是那柳一刀，也是杀害老九的凶手之一？我管他是谁，本大爷来仙罗潜伏1个月了，已经好久没有舒展筋骨了。今天好不容易有个运动的机会，老七，我可不想让人打扰了雅兴。老五，我可要活的。走吧。好了，闲杂人等都走光了，就让我石存信来领教一下你的功夫吧。切，一会儿你可别后悔。怎么这前6集天天让人追着跑啊！死胖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怎么玩蛇都在追我？难道大哥已经死翘翘了？怎么办？刚才最后一颗臭鸡蛋已经给大哥了。怎么死胖子变成一个女人了？如果我大哥在场，一定会说等会儿打的连你们妈都不认识。不过呢，我只是个小姑娘，所以如果不请各位在此歇息一番的话，那么很多人就要伤脑筋呢。小妞儿，别妨碍大爷们干事。慢着，好重的杀气！大家放心，今天有神职人员在场为大家吟唱葬魂曲，诸位还是挺幸运的呢。所以还请大家在此休息一下吧。哎呀呀，好厉害呀！能操控压员功的力道，只晕不杀，不愧是我镇守西溪客家岛上的首席大神官呢。喂，别总是这么一副扑克脸嘛！我们现在可是在旅行，虽然说晚了一点，不过总算在一切开场之前赶到暹罗啦。对了，不知道我大哥那边战况如何了呢？
不会吧？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本大爷热身还没完呢。开玩笑，本大爷可以陪你打上一整天，这才有意思。这块烂石头是什么鬼？跟那个傻大个一样硬也就算了，为什么我的内力反弹还对他不管用？你身上的味道，真像个猴子。你这块烂石头才像猴子。喂喂，溜什么道？你再不拿出真功夫来，会没命的哦！本大爷叫烦死我！既然你不想拿出真功夫跟本大爷打，那我只好请你去死了！本以为能打败老九的会是多么厉害的高手，真是让人扫兴。唉，啊，差点忘了，老七说要活的。你这一招我很喜欢。你这块烂石头，废话可真多。打完收工。为了以防你这臭猴子还有逃跑的力气，还是把你双脚也折断吧。你这猴子，打不过就耍小伎俩，还算不算男人？可恶，本大爷就要这样死了吗？好不甘心。这里是……你是？你来了，与吾签订契约的少年。啊！这就是杀死老九的招式吗？有意思。这才有意思。喂，你这臭猴子还是不是男人？叫
竟然跑了！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？本大爷奉陪到底！大哥可真是不让人省心啊！剩下的就交给风华姐姐了。后面那条石家的疯狗怎么办？放心，就凭他的脑子，走不出我的幻术的。大哥出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看老大这次糟糕了，二哥、三哥，快去搭救吧！没多大本事，又不知死活的到处乱逛，有什么下场都是活该。不知道确切的位置，随便乱跑也是没用的。而且，就算我们现在赶过去，战斗只怕早已经结束了。那就没什么多说的了。看看老大有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大伙分一分，就此各奔东西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可不是那个意思。说不定兰斯洛老大已经被生擒回石家，我们倒不妨去看看。被捉回石头家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我看那个玩蛇的家伙瞧老大的眼神好猥琐呀！哎呦喂，这可不妙啊！采花者恒被采之，刘老大的报应临头喽！所以我们要快点去救人。但是救人这样危险的任务，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办得成的。麻烦事情别找我。花二哥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？你想让我一个人杀进石家去救人吗？我可不做超过花风流能力范围的事。经历了这几天的变故，现在石家一定也很乱。只要二哥打起精神，救人不会太难的。大哥要是有事，我们都得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二哥当初发了那么毒的誓，万一应验了，那真是不堪设想。睡个觉都快被你们吵死了，算我倒霉。我替你们去尽尽人事，你们就准备在这同年同月同日死吧。三哥、二哥一个人去行不行啊？不必担心，花二哥要是不成，咱们再多100个人也是狼入虎口啊。更何况老大和我们这些贱命不一样，身边最不缺的就是贵人与美人，傻子才替他担心呢。不多废话，快点拿出你偷藏的鸡腿和酒，我快饿死了。这你都知道？那我们就化悲愤为力量，多吃一些，等着他们凯旋归来。这位公子，您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如果痛得厉害，那就按住腋下2寸第4骨节处，会舒服一些的。哎，胸口果然不疼了。哎，奇怪，我的手臂不是被那石头家的疯子给折断了吗？怎么会？姑娘，我的手臂是你治好的吗？想不到你还会医术啊！我不靠近，不靠近！你别吓成那个样。我也应该不算是坏人。唉，上次在这梅园里受伤，想必也是这位姑娘出手相救。起初以为她是个女鬼，吓得我撒腿就跑。现在想想，我都还没有跟她说声谢谢。对不起，我明白您没有恶意，可是我听见外人的声音就不习惯，所以……留什么刀？
你快出来！糟了，那疯子追过来了！再打上3百回合啊！躲起来算什么男子汉？姑娘，等会儿你在这里躲好，千万别出来。谢谢。外面的人是坏人吗？对，不仅是坏人，还是个脑子有病的疯子。你在这里藏好，千万别出来啊！臭猴子，别以为自己跑得掉。本大爷从小在山里跟狼长大，早就闻出你身上的臭味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是？鬼啊！你是人是鬼？我现在这样，应该不算人吧？你变成这样有多久了？我不记得了。自从来到这片梅院以后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。姑娘，你已经变成这样了，那就节哀顺变，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除非有人帮忙，不然我没办法离开这里。不会吧？他是想要找个替死鬼才能离开这里？你虽然救过我2次，还治好了我的手臂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当替死鬼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而且，您脱臼的左臂是自己愈合的，真是失礼，一直还没有请教公子您的姓名。还说不是找我当替死鬼，本大爷才不会上当。你也太不懂礼貌了，凡是问别人姓名之前，倒要先自报家门才对，这是最基本的礼数，你连这个都不懂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叫风华，失礼的地方，请您千万不要见怪。对不起，这里的药材不够，我只能做一些紧急救护，没办法帮您止疼。您的体格很好，只要善加调养，过个几天就没事了。不过，您可别再添新的伤口了。看他温柔体贴的样子，倒也不像是厉鬼啊。女鬼姑娘，你说话总是很小心翼翼的样子，难道你很怕我吗？对不起，您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陌生人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生前不是，你以前从来没和陌生人说过话吗？你老爹管你可真严啊。我没有爹，管教我的都是女性。你指的是你的娘和其他亲人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娘亲，也没有其他亲人。那你应该很孤独吧，像我小时候一样。孤独是什么感觉？孤独的感觉就是姑娘，你的眼睛……算了，人和鬼的世界本来就是不一样的。姑娘，天也亮了，阳光照着不好吧？要不要先躲起来？谢谢，我平时居住在后院的井里，如果您的伤口复发，请您……好了，我会回来找你的，鬼才会来找你呢。对不起，到现在我还没请教您的姓名。我叫柳，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西花大侠柳一刀。姑娘，我先撤了啊！哎呀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啊？
天刚亮还可以，再睡个回笼觉。花二哥，来啊，你也过来喝几杯啊！花二哥，你真了不起！那石头家的人多势众，你竟然能从他们手底下把大哥抢回来，做兄弟的太佩服你了。你们两个在这逍遥快活，让我一个人出去卖命。人救回来了，你们看看有没有缺手缺脚吧。哦。本大爷回来啦！你们怎么了？干嘛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？怎么了？又有什么不对吗？大哥，您在这里，那麻袋里的是？花二哥，您在外头冒险犯难的，我们是知道的。不过，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？这位小兄弟是谁啊？幸亏我这儿还有点金疮药，这小兄弟的命算是保住了。顺利的话，半年之后可以完全康复。话说，这小子有点眼熟啊！大哥，这是前几天从酒楼里抢亲的那个小白脸啊！当时您在外面被群殴。你说谁被群殴？当时你一个人单挑江湖各路好汉时，这小子趁机从酒楼冲出去劫了花轿。不过，这小子有本事劫花轿，怎么又会被石头家的人抓住呢？哼，就他那本事还去抢亲，还不是被石家抓回去打得半死不活，也是废物一个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们看。这是我今早进城买早餐时发现的。族女东方翠，年方20岁，温婉贤淑，才貌俱佳，自定于中土566年。东方家不是跟石头家联姻的吗？怎么又改成比武招亲了？不过，倒的确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啊！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，把那批嫁妆全部弄到手。看来不用多久，暹罗城就会暗涛汹涌了。花二哥，我想和你单独聊聊，请借一步说话吧。大哥，你看，两个大男人总喜欢说亲密的悄悄话，这似乎……小翠，大哥，这小子醒了。小翠，你在哪儿？这小子说什么呢？他好像在说什么小费。哎呦，这小子定是平日里烟花柳巷去多了，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还不忘记要给小费，果然是个风流种啊！哎呀，去！人家说的是小翠。昨晚从玩蛇的那儿偷听到，好像是这小子跟东方家的新娘打算一起私奔的。哎呀，这小翠姑娘私奔不成，还要被迫比武招亲，真是一对苦命的情侣啊。对了，我们可以捧这小子去参加比武招亲，正好可以帮他成亲，我们又能分到东方家的聘礼。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！大哥，咱们不是都打算离开暹罗了吗？再说，就算参加比武招亲，就凭您的功夫，恐怕……本大爷正式宣布，我们不走了。有话快说，我可没耐心听。不，你还是闭上嘴好了。你这混蛋所说的每一句话里，都藏着无数阴谋诡计。哦。想不到名满大陆的花二哥也会这么说，我可以将这当作是你怕了我的证据吗？哼，其实我是想与你开诚布公的。有话直说吧，你这娘娘腔，这次又想怎么利用我？哼，花二哥说笑了，我只是想就暹罗城这次事端谈一谈。哼，昨晚的偷听，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件事，
这桩联姻的真相是石家与东方家用武器设计图交易，缔结同盟。可这件事本身很可疑。哼，有什么可疑的？石家这些年靠贩卖迷幻药趁势崛起，如今在大陆上的风头已是如日中天。为何石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家道中落的东方家来进行结盟呢？再者，双方这样大张旗鼓的结盟，必然会引起各大势力的高度关注。依我看，东方玄虎这个老狐狸，利用石家做了一次免费的宣传罢了。只可怜石大公子当了这场联姻的冤大头啊！如果把新娘换作是货物，联姻变成比武招亲，待价而沽的意义不变，只是买主变多了而已。东方家从头到尾都不会吃亏，这应该就是东方玄虎打的如意算盘。五弟、七弟，想必你们都已知道昨晚发生之事。东方老贼背信弃义，单方面解除婚约，信上要我们不计手段，赢得比武招亲。比武？太好了，老大，我正愁着没地方活动筋骨呢。老五，大哥说话是不要插嘴，提醒过你多少次了？大哥放心，就算比武招亲，以咱们的实力取胜，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。这次比武招亲，其他几大宗族暂且不论，麦迪奇家作为我们石家的敌对势力，一定会来搅局的。那太好了，我正好想见识一下麦迪奇家的紫电弓。老五，你可别光知道玩，又把敌人放跑了。昨天是那小子耍赖，不然本大爷我早就少耍滑头了。要不是你放走敌人，老九的仇早就已经报了。哼，你昨天连个胖子都没抓住，还好意思说本大爷？够了！存替之事，等到比武招亲之后再说吧。这次为了确保比武获胜，老五、老七，我们三人全部参加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世人知道，挡我石家者，杀无赦。现在七大家族的首脑都已明白联姻背后的含义，让石家失去了唯一买主的优势，货物变成有能者得之，那么招亲就是筛选买家的最好过程。只是石家与东方家结盟，仅仅是为了研发新武器而如此大费周章。哼，分析的不错呀。你既然说要开诚布公，那就先把你自己扮演的角色解释一下吧。哼，没问题。这枚白银印戒，想必花二哥应该认得。落英银印，你是麦迪奇家的人？哼，正是。家主序列物公子对宿敌石家的一举一动都很重视。我受命于公子爷，与青楼联盟接洽情报，负责处理此次事端。以序列物那小子的精明头脑，能招揽到元武郎这样的，倒也不足为奇。其实跟花二哥坦诚这些，是想请你助小弟一臂之力。哼，我有什么理由要帮你？你与公子爷本是旧识，凭着你们双方的情谊，相信你对麦迪奇家没有恶感。哼，相反，石家近年来的作为，以你的个性，相信反感已久。何不趁此之便，助我方一臂之力，让石家栽个大跟头？序列物应该告诉过你，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你想搅黄两家的结盟是你的自由，休想把我拉进来。哼，又要走了吗？难道说遇事逃避已经变成你的习惯了吗？捉弄的话，劝你以后不要再说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没有说错。你把所有人都称作废物，可是只懂得从这个醉乡逃到那个醉乡的你，和你口中的废物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才不过是打输1、2次而已。周姑娘，连好痛，竟然被他的剑气扫中，幸好我凭着酒药急速躲开了。啊，怎会？不是手手扫过，是根本没避开。
这一剑，如果不是看在序列物的面子，绝对会砍断你白嫩嫩的脖子。要是挑上不该挑的对象，比起一般人，你们更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。不管深陷在什么计算里，他都能凭实力强行破局，不愧是号称天下英杰的人物。不过，如果在这里放弃，那才真是满盘皆输。花二哥，还要纠缠吗？你这娘娘腔胆子倒是不小。这一场是我准备不及，输的不服，还请二哥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真以为自己有实力接我一剑？如果就这么认输，我哪还有脸见公子爷啊？那不如死在这里好了。我掷出这枚印剑，花二哥向我发一剑，若是我接不下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纠缠你。想清楚再说，不然这次你的轻功再快，都救不了命。无妨，小弟不闪不避，只要稍有闪避，便算我输。此电功，序列物居然让你修炼辟世七神诀。你以为修炼了麦迪奇家的辟世七神诀就能接住我这一剑？没实际交手，一切都未成定论。麦迪奇家的人都是最好的赌徒。好，冲着七神诀，只要你能接我一剑不死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帮你对付石家。这小子想干什么？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好！阿雷，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花二哥，您出了一剑，我不死不伤，没离开过原地一步，蒙您赏脸，这次让我扳回了一局。你好卑鄙！哼，我武功不及您，又很爱惜生命，当然只有耍小聪明的份儿了。哼，算你走了狗运。总算过了这关。哎呦，有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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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醒醒！脸好痛，身体也好痛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万马从身上奔腾过一样啊？哦，刚才好像是打雷了，正好在你所站的位置爆炸了。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这准是你平常总是做一些缺德的事情。刚才是什么声音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总之，这里不是阴曹地府。你小子运气不错，先在这里把伤养好吧。恩公在上，请受小人花若红一拜。哎，别拜！再乱动的话，伤口万一破裂，到时候你就真的需要人祭拜了。话说，那些石家的人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啊？我这次来仙楼，是为了我的未婚妻小翠。小翠，就是东方家这次要出嫁的族女吗？我跟小翠从小青梅竹马，本应该在今年成亲，谁知她却被东方家族认作族女，要强行嫁给石家。我虽然武功不济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落入虎口，所以
才拼了命去抢亲，结果……华兄弟，华兄弟，只是伤势发作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我有个想法，横竖东方家现在都改办招亲，我们干脆捧这小子参加，得胜之后新娘归他，嫁妆归我们，既心安理得，又成全一桩美事。大家以为如何呀？捧他，大哥，你别忘了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，拿什么去帮他呀？大哥的意见很好啊，我倒是觉得大有可为呢。还是老三善解人意呀。我看这位小兄弟垂头丧志的，别说求亲了，就连求生的意志都大有问题，怎么带他去参加比武招亲啊？直接跟他明讲啊，只要他答应，事成之后嫁妆归我们，我们四兄弟就协助他赢得比赛，娶回新娘。不妥不妥，这样一来，东方家会立刻把这新女婿踢出门去，到时候就人财两空了。而且，我们跟他非亲非故，他未必相信我们。更何况，假如让他知道您的身份，单凭柳一刀的大名，一定吓得掉头就跑，什么都不用谈了。这倒是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小弟这边倒是有个计划，虽然有点危险，但既可以让我们抢到嫁妆，又可以让这位小兄弟娶到美娇娘，东方家又不会来找他追究责任，可谓是三全其美。只不过我需要3位兄弟配合我。